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雷霆任务》。昨天呢，挑战了一下人间兵器的高难度模式，今天就来它的姐妹篇。雷霆任务呢，其实出品的时间比人间兵器还要早。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这款游戏的街机版，街机版呢出品于1986年，人间兵器呢是1990年。这两款游戏非常的像，是因为这两款游戏呢是同一个制作组制作的，只不过分别是给南梦宫还有卡普空制作了这两款游戏。两款游戏相比呢，雷霆任务的难度更加的高。体现在操作上呢，就是雷霆任务跳跃之后无法改变方向了。就是一旦你跳起来，就相当于把自己扔出去了，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另外呢，跳跃起来之后不能够开枪，所以说你攻击的范围、攻击的角度就非常的有限。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出品的年代比人间兵器要早几年。一般国内的小伙伴呢，会把这款游戏分成4个周目。但其实呢，我更倾向于把这款游戏看作是2个难度，其中的所谓1周目和2周目是普通的难度。那普通的难度通关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口令，也就是密码。输入密码之后，你会进入下一个难度。这个难度呢，就是一些玩家所说的3周目和4周目。普通的难度通关之后和隐藏的难度通关区别就在于最后的通关画面略有不同。一会儿呢，我都会给大家演示的。游戏当中也是2种武器，一种是手枪，一种是机枪。上限应该都是300。而且呢，每关也是限时的，这个时间是很富裕的。咱们打普通难度的前5关，算是给玩家上手，难度呢不高。从第6关开始，整个游戏的难度就显现出来了。很多小伙伴呢，可能打到第6关开始会感觉到明显的吃力。游戏对玩家的反应、操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里是把妹子抓走了，放开那个妹子啊！有本事冲我来！啊，不对，冲我来也不对，带我一个，也不对啊。这个被抓走的妹子呢，叫做莱拉。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雷霆任务的2代出品于世嘉 MD 平台。2代的话，你就可以选用莱拉这个角色，另外你也可以选用男主。这个男主呢，代号叫做信天翁。游戏的剧情呢，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邪恶的组织，这个组织啊，目的就是想控制世界。啊，这样的组织咱们见多了，对吧？那正义的一方呢，就派出了特工莱拉，结果莱拉被抓了，所以说就派出了咱们的男主。这款游戏还有3代，3代我也录制过了，也是世嘉 MD 平台的，但是3代的话只能够使用男主。这款游戏的2代和3代都出品于世嘉 MD 的平台。无论是画面还是游戏的系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可以说和人间兵器比呢，这个系列应该说是更加的成功的。街机版的画面比红白机版要好一点，但是关卡的结构也都是差不多的。又过了一关，
哦，这个妹子可以啊，咱们一定要救她出来啊！第4关了，游戏简单的部分要过去了。你会发现这款游戏的第6关到第10关和第1关到第5关差不多，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它关卡的设计上，还有敌人的配置都有变化了，游戏的难度提高了。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把前5关看作是1周目，而是1到10关是一个整体的流程。所谓的3周目呢，是不能够直接进入的，你需要通过口令，也就是密码。隐藏的难度真的是太难了。其实这款游戏呢，你打到第6关开始，它的难度啊，一般玩家就已经吃不消了，比人间兵器还要难啊！咱们的血量就这么2滴，一枪就没了。而且呢，很多时候和敌人发生碰撞之后，也掉1滴血。你的人物呢，还有一个受创的硬直，被撞出去之后，再次撞到敌人，那这条命就没了。这里发现妹子的衣物啊，也有破损，所以说咱们需要加快速度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来晚了。这个子弹呢，给的是手枪的子弹，手枪子弹咱们已经满了，所以我就不捡了。敌方的敌人感觉差不多，但是呢，它是有不同颜色衣物的，衣服不同，它的攻击方式还有血量都不一样。扛打的敌人要打4枪，有一些敌人呢还会蹲着开枪。但是这款游戏如果你想要通关的话，你需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条原则呢，就是蹲着比站着安全。在95%的情况之下，蹲着是没有错的。另外呢，下层比上层安全。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的跳跃。好，这样的话前5关过了，来到第6关。之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呢把第6关到第10关看作是2周目，是因为它的关卡的基本结构差不多，但是你注意看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里啊，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场景，敌人呢也发生变化了。这种场景呢是可以进去的。在1代可以进去的场景呢，利用到的地方不多，但是如果你玩后面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强的战术意义的。人间兵器和雷霆任务呢，我还给大家录制过另外一个非常接近的，也是街机平台的游戏。那款游戏呢叫做《英雄救美》，是韩国的一家公司做的山寨游戏。游戏的素质非常的粗糙，虽然是一款街机游戏，但是你感觉各方面还不如红白机。喜欢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翻看一下那款游戏啊。这个激光呢是秒杀的，过激光的地方其实非常难，它对你的站位提出的要求很高。比如这里啊，你不能跳到轮胎里面去，你跳到边缘，然后再次跳跃。你如果跳进去了，那基本上就没了。它会给你一个身位，不会被激光打到，但是你就无法调整你的体位了，因为里边太挤了。这个常玩的大家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对吧？游戏的难度呢，就往往体现在这方面，而且呢，它的容错率比人间兵器要低很多了。咱们就这么2滴血。
一定要救出妹子啊！上面有一个机枪，这个机枪如果想拿的话呢，你最好啊带一下屏幕，把这个敌人带没。好的。那隐藏难度啊，很多的敌人你都要通过这种方式带动屏幕的卷轴，改变敌人的位置，甚至是把它直接带没啊。子弹真的是太危险了，很多时候呢，你需要蹲着开一枪给你开路，尤其是在你没有背板的情况之下。我现在背板就是靠记笔记了，有一些关键的地方呢，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需要扫一眼自己记的这个笔记啊，什么地方需要怎么处理。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玩这款游戏的3原则：蹲着比站着安全，下层比上层安全，不要轻易的跳跃。但其实你知道这3个原则不难，难的是执行，在每一个节点上你都不要冲动，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很多当年的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在一个地方明明你知道不要那么干，但是最后你还是那么做了，还是跳了，还是蹲了，或者怎样，动作做出了你就会后悔，但是管不住自己，这就是执行力的问题啊。我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玩轻板动作游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去抓人，就是近身接近对手，然后把他扔出去。其实在一些场景呢，最好不要那样做，但是管不住自己，下意识的呢就操作方向贴上去了。又一个机枪，机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几乎全程都在用这个东西。但是啊，机枪在特定的场景呢是不允许你使用的，比如说最终 BOSS 的时候。如果你有机枪，你会先打一堆小兵，直到你把子弹消耗光，使用手枪了，最终 BOSS 才会出场。刚刚打的黄帽子，然后绿衣服这个敌人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因为呢他会蹲着开枪。整个游戏都是蹲着比站着安全，但是这个货除外呀，实在是太阴险了。这种火人呢，你打他一枪之后，他会分成3个，分成3个之后，中间的那个如果落到了地面，它会再次的弹出去，这个一定要注意。这里可以利用门来躲避，好，让这个鹰抓不到咱们。又是这个火人，这里的动作呀，我是都摸索了很多遍。这地方很难跳，因为跳跃的话在空中无法改变方向。人间兵器这点就做得很好，你跳出去之后还能回头怎样？但这款游戏就不行，起跳的时候那个点就决定了你跳这一下这条命还有没有。啊，这样的关卡感觉之前没有见过呀。赶紧往下，2个激光，激光的速度真快啊，感觉躲避起来有一点费劲。掌握好节奏，进门之前最好先清一下敌人，防止他守着门，你出来的时候撞到他。
这个等一下，如果你走下去了，肯定会一发子弹接住你的，直接就没了。这个地方就是出剑杀嘛，一定要背板。绿色的敌人需要打2下。这个地方啊，千万不要直接走下去，走下去肯定一条命就没了呀。你可以等一下，或者带带屏幕看一下。好，他们往后走了，这样就给咱们跳下来留出了一个时间。如果他离咱们跳下来的位置比较近的话，直接一枪带走。好的，第10关，关卡10。这也是普通难度的最后一关了。这个货还想跳上来够我呀？感觉是对我使用了一个千年杀，但是我闪了，幸亏我没有大意啊。100多发机关枪，这关啊就不要太省着子弹了。打到 BOSS 的时候呢，你最好保证自己的机枪比较少，或者干脆用没有了。来吧，用子弹来开路啊！蹲着开一枪，然后往前走。这里注意，切换下层和上层的时候，一定离敌人远一点，尤其是会发射子弹的。因为你上下之后呢，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停顿的时候呢，你是站着的，很容易接到子弹啊。哦，这是那个监控器啊。那前方不远呢，就是 BOSS 战了。这个 BOSS 打法其实不难，就是蹲着一枪，站着一枪就完事儿。你调整一下位置啊，直接跳得近一点，或者呢走下去都可以，就是不要在最上层往下跳。好的 ，BOSS 战，我是50多发，那就打了吧。快点把子弹打光，这样最终 BOSS 就出现了。好的，开打。可以看见妹子在那儿绑着呀。上面一下，下面一下，注意节奏啊！注意你射的节奏。不要朝一个方向、一个位置猛攻，而是多点开花呀。这样的话过关了。那过关之后呢，普通的难度就是这个通关的画面，隐藏的难度呢会略有不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好吧，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雷霆任务》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